海童点点头，也不忘提醒他，你也要把你的外套穿上。哎，着凉了，就天天中药伺候。战印，有你这样天天盯着我，我哪敢让自己生病？那几天的中药伺候，能让他怕一辈子。战印回房里帮海童拿了件外套，他的外套也穿上了，然后从房里出来，听到手机铃声响，不是他的手机在响，是海童的。他看到海童掏出手机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狐疑的接听来电啊。你好，请问你是谁？听他这样问，战印就知道是个陌生的号码。电话那边的人没有马上说话。海童再次开口，请问你是谁？海童姐，是我啊。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海童脸色就不好看了，随即就要挂电话。海童姐，先别挂，我就跟你说说话。我不去打扰你，不看你。海童姐，我快要疯了。张念生在电话里哀求着，希望海童不要挂电话。他忍了很久，主要是害怕母亲真的会打击报复海童，所以他想见海童想得要疯了，都还是忍着。不敢去书店看海童，也不敢打电话，因为他的电话都被母亲监听。他现在是花重金收买了一个监视他的保镖，借对方的手机打电话给海童的。为了打这一通电话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海童一声不吭地挂断电话。张念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他面前，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。他知道是小军的功劳，以为就这样能让张念生死心，开始他的新生。没想到张念生还会再打电话来。是谁打来的呀？战印看他脸色不太好看，除了问对方是谁之外，并没有说第三句话，有点好奇。他边把他的外套往他肩上披去，边问道：骚扰电话啊？是张念生，算是骚扰电话吧。战印蹙眉，哎，张念生还不死心啊？张总数次想见他，跟他谈谈两家公司断了合作的事情，他太忙，都还没有见张总。不过战氏集团与张氏集团的不睦已经明面化，张总压力山大。他们张氏集团与战氏集团碰撞，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就会倒闭，但也会损失。他们张氏家族的那些小股东们个个都来找张总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端端的怎么就和战氏集团反目了呢？真正让张总愤怒的是他们的对手趁此机会出手，那战氏集团反而是虚张声势，给人一种两家集团反目成仇的迹象，让张氏压力纠增，然后张氏的对手就会蠢蠢欲动。那战印走的等于是借刀杀人之计。战印决定今晚等海童睡着了，他约张总出来见见，暗示一下张总两家集团反目的真正原因。张氏集团现在呢已经焦头烂额，战印和苏南的本意是还要继续的，但现在苏南在追求着沈小军，张太太是沈小军的亲姑姑，姑侄俩感情好，真把张氏集团整得破产，负债累累。那沈小军和苏南估计就没有戏了，给苏南的爱情留条后路吧。他明知道你已婚，咱们夫妻感情也稳定了，还老是纠缠你，你还说你们之间只有姐弟情。我不吃醋，不跟你闹，你估计还不知道他早就肖想你了。战印酸溜溜地戳了一下海童的额，海童摸着被戳的地方，颇为无辜地道：打小就认识的，我又是看着他长大，一直把他当成我自家的表弟，谁想到他会喜欢我？这又不是我的错，我可没有主动去招惹过他。海童说着呢，一把搂抱着他的手臂，与他一起往屋外走去，嘴上说道：有人喜欢我，不证明奶奶眼光不错吗？给你挑了个好老婆。战印失笑，对，奶奶的眼光不错，给我挑了个好老婆，那是我就是你的好老婆，你这种臭脾气，也就是我才能容忍你。换第二个女人早就跟你闹翻天，冷战到底了。战印在心里想着，换了第二个女人，他还不娶了呢。我亲爱的老婆大人，那你可得继续包容我，咱们的人生路还长着呢。我觉得我能活到100岁，你活到95岁，你还要包容我70年。海童看他不依了，你就长命100岁，我还要差5年。我比你大5岁，我100岁，你就95岁。
我们夫妻俩活着的时候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这个自私的男人哈，那就不能让他活到100岁，他105岁吗？那样夫妻俩都是100岁老人。不过能活到95岁也知足了。他不贪心的，人生能有80年，都很好了。战印，你有多少爱慕者呀？不知道，无技术。只有一个爱慕者向我表白过，自然是被我拒绝了。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爱慕者，我是真不知道。人家不说，我哪知道？战印说的可是实话。他确实不知道有多少的爱慕者。很多人都说他的爱慕者无数，但向他表白过的只有商小飞一人，其他人呢，可能是没胆量吧。哎，你那个爱慕者现在还有纠缠你吗？之前没有听你说过的。小夫妻出了电梯后，战印很自然地揽着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你又没有问过我感情上的事，你不问，我肯定不会说，免得你吃醋。海童，我才不吃醋呢，不像你小心眼，老是乱吃飞醋。当初还嘴硬说什么从不吃醋，不知道醋的味道，呵呵，打脸了吧？我看你每天都脸肿肿的，你自己打的。”战印低头在他的脸上轻咬一口，眼底满是柔情。承认地道，我是嘴硬，早就喜欢你了，也不肯承认。明明酸死了，也不承认吃醋，因为你让我破例无数次，也让我无数次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我的脚被砸得差点就要骨折了。海童想起他那段时间的别扭，还觉得挺好笑的。他们俩属于先婚后爱，感情都是靠着他们一点点培养出来的。也闹过矛盾，冷战过，误会过，好在经过沟通，都平安地度过了感情危机，没有终结婚姻。哎，那个向你表白过的爱慕者是谁啊？海童八卦地问道。战印淡淡的道：“我已经不记得他了，他现在也没有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”不记得了？我需要记得吗？我又不喜欢他，记住他做什么？我要是记住了他，你吃醋怎么办呀？你才是与我共度一生的人。我只需要记住你就行。其他女人之于我来说都是匆匆过客，在我面走过，我都未必能记住她们的面容呢。战印对女色是很淡的，天生的薄情，这辈子除了海童，他不会再喜欢第二个女人。海童笑道：“我又不会生气，不会吃醋，不必防着我的。我真不是防着你，说的都是真话。除了我的亲人之外，只有你能被我放在心上，其他人呢，都可以忽略不管。那咱俩打平手了，张念生爱慕我，你也有个爱慕者。”战印想说张念生远不如商小飞有魄力，说断就断，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。张念生呢，大概是年轻吧，就把爱情看得很重，加上他暗恋海童多年，短时间内是做不到放手的。夫妻俩牵着手漫步于街道，用海童的话说，现在的街道少了往日的繁华热闹，不管是车流量还是人流量都少了很多。压马路的人不止他们夫妻，别人也图现在的安静啊。饭后散步，小夫妻俩边走边聊天，什么都聊。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海童在说，战印在听。闲逛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家里。战印趁海童洗澡的时候，躲到阳台上打电话给苏南。在苏南接电话后，他低沉地吩咐苏南，帮我联系一下张总，让他在管城酒店等我。深夜我会过去跟他谈一谈。不是说年后才见他吗？苏南问了句。不等战印答话，他又问，是不是张念生还去纠缠你家那位？是还不死心，今晚又打电话给彤彤了。彤彤没有和他说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人有时候叛逆心很重的，你越是不想搭理我，我越是要纠缠你。苏南叹口气，张念生这是有多想不开呀？要和你抢女人？行，我帮你通知张总，让他在管城酒店等你吧。你什么时候过去？我给张总一个确切的时间。战印说道，等彤彤睡了，我就过去。万一他一直不睡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迅速入睡。苏南秒懂，顿时笑得暧昧，打趣的道：曾经
我以为你不懂那方面的事呢，还想过要不要带你出去见识见识，练习一下，积累点经验的。滚！战印骂了他一句，哎，当他是傻瓜。他是寡情，不代表他无能呀。苏南被骂了也不生气，还在电话那边嘻嘻的笑，笑的战印直接就挂电话，不想搭理他了。海童是习惯了晚睡，现在不过是晚上9点多，就让他梦周公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战印说他，童童，你要煎咸鱼，太早了，睡不着。海童坐起来，拿过手机，我看场电影吧。战印拿走他的手机，然后去他的小书房里随手抽了一本书拿出来，塞到他的手里，说道，看书吧，看书容易犯困。拿着他塞给他的那本书，海童一看书名，眨眼，他没看错吧？这本书竟然是……他翻开了第1页。战印把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回身就看到了书的内容。他吓一惊，本能反应就是迅速地抢回了那本书，俊脸微炯，说道，我拿错了，你等等，我去拿本杂志给你看。说着呢，他拿着书本快速地离开。海童回过神来，呵呵地笑，战印，原来你是这样的战印。战印呢，脸红耳赤。那本书是好几年前苏南送给他的，他一直没有翻看，但也没有扔掉，就放在他的书房里，直到和海童有了感情后，他才偷偷地翻阅过，却不敢让海童知道。数分钟后，他回到床前，手上没有书。海童故意笑问，你给我拿的杂志呢？战印眼神炽烈地看着他，熟悉他这种狼眼神的海童不笑了，赶紧扯紧被子，然后一个翻身，背对着他，嘴里说道，我要睡了，也睡着了，不要再和我说话。如果我再回应你，我就是在梦呓梦游。他在床沿边上坐下，感受到海童的丝丝紧张，他自背后拥住他，在他耳边低柔地说道，睡吧，我说过今晚不会再碰你，就不会让你好好的休息。有了他的保证，海童放松了神经，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他，对上他依旧眼神炽烈的黑眸。海童忍不住捏捏他的脸，说道，你心里有鬼，你不肯说，我也不问，等你有一天想说了，我再洗耳恭听。我没有啊。战印抵死不承认，我是想让你早点睡，休息好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了。距离有点远，回去后呢也无法休息，怕你累着。海童不相信他说的话，不过他不肯说，他也不追问。跟他说了一会儿话，他渐渐有了睡意，很快就举手投降，跟着周公走了。等他睡着了，战印才轻手轻脚的起来，悄悄的离开。海童睡着是睡着，却睡得不太安稳，他在做梦，梦到自己和战印举办婚礼，婚礼上他穿着纯洁的婚衫，他则是一身黑色的西装，他美丽动人，他帅气逼人，客人们都在说夫妻俩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在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时，他忽然看到了刚相认的表姐商小飞。商小飞走过来，扬手就给了战印一巴掌。哇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哪怕是在做梦，出于本能。海童挡在了战印面前，问着商小飞为什么打战印。童童，这个男人就是大骗子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你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，你不要嫁给他。海童错愕，战印是骗子啊？童童，不要嫁给他，赶紧离开他，永远都不要原谅他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对你从来都没有真心，一直都在骗着你。梦里，商小飞指着战印，愤怒地叫喊着，叫他离开战印，不要嫁给战印，不要原谅战印，因为战印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。战印，你是骗子吗？海童问着战印。战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他的问话。战印，你真的是骗子？海童加大了音量，大声质问着他，然后他就醒了。醒来后，海童还在发愣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嘀咕着，原来是做梦，做的什么梦呀？扭头看身边，
那个刻意想把她哄睡的男人已经不在，就知道哄我早睡是心里有鬼，怪不得我会做那样的噩梦。海童拿过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又继续睡了。这一次啊，他就没有再做梦，睡得香甜。管城酒店，张总在1楼的休息区那里坐着，等待战印的到来。忽然接到苏南的电话通知，说战印愿意几点时间见他，叫他在管城酒店等着战印。张总就赶紧过来了，哪怕他在管城酒店等了2个小时，还没有看到战印露面，他也不敢有不耐烦，依旧老老实实的坐在沙发上等待。陪着他过来的是他的太太，就沈姑姑时不时的看看时间，然后起身走到酒店外面去看，看不到战印的豪华车队，她又回来在丈夫身边坐下。老公，你说那战少真的会过来吗？苏总通知的必定是真的，战少这个人很讲信用，他说在这里见面就一定会过来，我们再等等吧。战少如果临时改变主意，也会通知我们的，不会让我们在这里干等1个晚上。虽说战氏集团带给他们公司威胁了，张总啊还是信得过战印的人品的。沈姑姑担忧地道，也不知道我们家在生意场上是怎么得罪战少的啊。记得上次战少在宴会上露了露面，还跟聂生打招呼，才过去2-3个月，战氏集团竟然终止合作，还抢我们的生意。老公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挑拨离间的？沈姑姑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哪里得罪了战少。张总沉默了很长时间，说道，我也打探过了，没有人在战少那里挑拨离间，应该是我们在无意中得罪了战少吧。怎么可能，我们连见战少的机会都是少之又少，偶尔能见到都挤不到他的面前去，想做得罪他的事情都没有机会。那沈姑姑还是认为有人在战少面前挑拨离间，导致自家公司与战氏交恶的，会不会是聂生犯错了？张总想到了自家儿子，随即又抱怨着聂生最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是心不在焉的，做事也没有以前认真，经常犯错，公司高层对他越来越不满。我跟他谈了数次呀，他死性不改，再这样下去，他能不能成功上位都是个问题。咱们张氏家族可不止他一个优秀男儿，只不过他现在是张氏集团的当家人，聂生是他的儿子，大家习惯性的把张念生当成了公司的接班人。不过呢，念生要是不合格，就算是他的儿子也没有用啊，大家考虑的是张氏集团的未来，不会考虑亲情。沈姑姑脸色就不太好看了，她说道，他现在真的我那样做，满以为他会死心的，没想到他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做事不认真，回家后也不跟我说话，好像我是他的仇人一样，我可是他亲妈呀。看着儿子为情所困，沈姑姑很是心疼，但她依旧坚持且强势地控制着，不让儿子再去纠缠海童。现在儿子是很痛苦，时间长了就会走出死胡同，不会再钻牛角尖。时间是治愈情伤的最好良药。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张总平时工作忙，并不知道儿子爱慕海童的事。沈姑姑以为自己能管住儿子，让儿子彻底死心，也没有跟丈夫说这件事。沈姑姑叹口气说道，你儿子呀，有喜欢的人了。张总不解的道，他已经成年了，有喜欢的人不是很正常的是吧？别人10几岁时就有喜欢的对象了，他一直没动静，我还担心他不正常呢。哎，他喜欢的是谁啊？那女方的家世不好吗？否则你也不会阻拦啊。沈姑姑刚刚的那些话让张总知道妻子不满意儿子喜欢的人。沈姑姑又重重的叹口气，那个女的你也认识的，而且知道她的存在10几年了。张总，我认识的，还知道她的存在10几年了。聂生平时就喜欢跟着小军，那臭小子该不会是喜欢自己的表姐了吧？臭小子，书都读到狗肚去了，近亲是不能结婚的呀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聂生喜欢的不是小军，是小军的好闺蜜海童。张总愣住了。沈姑姑继续说道，别说海童已婚，是有夫之妇，
就算海童还是单身，他们俩也不适合。我们张家是什么门庭，海童又是什么身世？就算海童有商太太这个亲大姨在，不过是姨甥关系，没什么用的。人家商太太也有亲生女儿呢。况且呢，海童也不喜欢念生，他一直把念生当成弟弟来看待的。知道念生爱慕他后，他对念生已经非常冷漠。是念生放不下去，总是去纠缠海童，我只能威胁他，再去找海童，就动用关系把海童姐妹俩都逼离管城。念生才不敢去找海童，但他用他的方式抗议着我的专横。我也是为了他好呀，他爱谁不好，偏偏爱上海童，这不是上赶着当人家婚姻的第三者吗？我们张家的男儿又不是娶不到老婆，用得着去当小三抢别人的老婆。战印在这个时候带着保镖团进来，夫妻俩的谈话停止，张总带着太太起身，迎向大步流星地走进来的战印。战印的那些保镖亦步亦趋，看着进来的这战印，张总夫妻俩再一次感叹：战大少爷就是有王者的气势呀！每次看到他出场，都像帝皇驾临一样。战少，张总夫妻俩满脸堆笑。战印淡淡的看了他们两眼，径直从他们面前走过，丢回一句话：跟着吧。张总夫妻俩叠声应着，此刻也不做他想，默默地跟上战印的步伐。他们还不能近身跟随，是跟在保镖团的后面。沈姑姑觉得战传的表情很严肃，就感觉没好事情，够提心吊胆的，真的是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战印径直上了位于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。数分钟后，张总夫妻俩才在保镖的带领下敲门而入。战印请他们坐下。谢谢战总啊。夫妻俩道了谢，才敢在战印的对面坐下。坐下后也不敢说话，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们完全搞不懂战印约见他们想说什么。战印并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件事上，他主动开口，也不拐弯抹角，说道：张总，我约你来这里见面，主要是想跟你说一声，管好你的儿子张念生，让他不要再纠缠我的太太。闻言，张总夫妻俩都脸色大变。沈姑姑结结巴巴的道：战总，这是误会吧？我们家念生有喜欢的人，他给他100个胆吧，也不敢纠缠你的太太呀。战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都足够震慑人的了，谁敢肖想她？张总也说道：是呀，我们家念生是有喜欢的人了。他不会。战总，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太太是谁？战印已婚一世，只有上流社会这个圈子的人以及战氏集团的人知道，但呢，战印的太太是谁，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却不清楚。张总先是觉得自家儿子没有那个胆量纠缠战家的大少奶奶，转念一想，想到他们都不知道战少奶奶是谁，而念生喜欢的人是海童，张总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那沈姑姑也反应过来，她满脸就错愕、震惊，不敢置信。海童会是战印的太太吗？怎么可能？战印已经计划要挑个特别的日子向海童坦诚身份，现在就让张总夫妻俩知道吧，也无所谓了。他沉声说道：我太太海童啊，张太太很熟悉的。果然是海童。那沈姑姑的脸色大变呀，张总则是恍然大悟。那怪不得好端端的战士忽然就中断了与他们张氏的合作，还抢他们的生意，让张氏的对手带着机会就对他们张氏下手。原来是因为念生喜欢了海童，而海童是战印的太太。那个引起无数人八卦之心的战家大少奶奶，居然是无父无母，没有家世背景，与姐姐相依为命的海童。此刻沈姑姑无比庆幸自己只是吓唬儿子，不让儿子去找海童，并不是真的要利用身份权势去逼迫海童姐妹俩离开管城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她也感激侄女把事情告诉她了，让她狠着心肠拦着儿子，不让儿子老是跑去海童的书店纠缠他，否则他儿子的一生都会被战印毁掉。现在战印把原因告诉他们了，
他们自会好好的管着儿子，绝对不会让儿子纠缠海童的。战总、聂生，已经很久没有去找过海童的了。沈姑姑说道：“我并不知道海童是你的太太，但我知道海童数个月已经嫁人。聂生还要纠缠于他就是不对的，我才会强制性的拦着他，不让他去海童的书店，不让他打电话给海童。”战印沉声说道：“今晚你们儿子又用一个新的号码打电话给我家彤彤。我知道他和彤彤认识了10几年，比我认识彤彤在先。但彤彤选择了我，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我的彤彤。彤彤也言辞拒绝过他，告诉过他，他对他是没有男女之情啊。彤彤一直把他当成弟弟来看待啊。但张念生还是想方设法纠缠彤彤。我是很相信彤彤的，却也不能容忍张念生对彤彤的纠缠。”张总连忙保证地道：“战总，你放心，回去后我一定会严加管教念生的，保证不会让念生再纠缠你太太。”战总，念生应该不知道海童是你太太，他要是知道，给他一个天作胆，他也不敢纠缠海童的。战印冷冷地道：“我和彤彤领证已经3个月，虽说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隐婚，但彤彤并没有对沈小姐隐瞒她已婚一事。张念生也是早就知道彤彤嫁人了，他以前不曾向彤彤表白过，却在彤彤嫁人后再表白，他就是走错了路。难道彤彤不是我太太，张念生就可以继续纠缠她，插足她的婚姻，破坏她的婚姻吗？张总，是念生错了，也是我教子无方，战总真的对不起。”战印淡淡的道：“这是我今晚约张总出来谈谈的原因啊。张总现在心里有数就行。”“有数，我心里有数的了。”张总夫妻俩起身告辞，他们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家里去，带着那个臭小子一顿骂。用战印的话说，难道海童不是战家大少奶奶啊？儿子就可以继续纠缠他吗？那是三观不正。他们张家的少爷啊，年纪还轻，不过才22岁，刚步入社会，未来可期，又不是娶不到老婆，干嘛非要纠缠一个已婚女人？那张总夫妻俩走后呢，战印马上就回家去。到家后看到海童睡得香甜，他放下心来，就脱掉外套后，在他的身边躺下来，侧身看着他，一边手在搭放在他的腰身上，看着他睡熟的面容，他忍不住在他的唇上亲了亲。“海童，这辈子你都只能是我战印的妻子，谁都无法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”战印拥着娇妻，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，而张总夫妻俩却是拖着愤怒的心情回到张家别墅的。那沈姑姑一下车，就把他安排监视儿子的保镖叫进屋里。“我不是说过不允许你们少爷与海童通电话的吗？怎么还让他换了新号码联系海童？保镖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他们都不知道少爷换了号码呢。”那个被张念生重金收买的保镖脸色摆了摆，还好他站在后面，又低垂着头，没有被先生和太太看到。他努力地让自己镇定，不要慌，只要少爷不供出他就没事。张总没有心情审问保镖们他直接上楼去，来到了儿子的房间前，猛踹着房门，叫喊着：“张念生，你给我开门来！”沈姑姑担心丈夫会动手，也顾不得审问保镖了，连忙上楼来。张念生就没有开门，他喝醉了酒，醉得很厉害，此刻睡得像猪一样沉，压根儿就听不到父亲的叫喊声的踹门声。他也不想醒来，因为在梦里他就能肆无忌惮地接近海童。“老公，明天再说吧，现在很晚了，动静太大会把女儿吵醋。”沈姑姑劝住丈夫，不让丈夫再踹门。念生心情不好，可能在房里喝了酒，醉得厉害，就听不到拍门声的。张念生近来经常在房里喝醉酒，他房里有个小吧台的，把他爸珍藏的美酒都搬进他的房里了，就是经常借酒消愁，白天工作就没有心思，导致近来呢工作老是出差错。张总生气却无可奈何，被妻子劝着回房了。
进房后，沈姑姑问着丈夫老张，战少告诉我们，海彤就是他的太太，我们要不要替他保密？他现在貌似还没有完全公开他和海彤的关系吧？他侄女和海彤是好闺蜜，都不知道战印的真实身份。张总在房里的沙发上坐下来，默了默后，说道：“战总说了，他和海彤是属于隐婚的，他还没有完全公开，我们就算知道了，也别往外说，免得他又找我们的麻烦。我就说嘛，战氏集团不可能无端端就断绝生意往来的，我们能与他们合作，是我努力了很久的结果。合作之后也小心翼翼，生怕我们的产品不行，从不敢出差池。偶尔能在宴会上遇到战少，不会刻意去奉承巴结他，但也不敢去得罪他。他这个人虽然天性冷冽，却也讲道理的，不会无缘无故就为难我们。现在才知道出在念生的身上，他是早就喜欢上海彤了吧？在海彤还没有闪婚之前，他不知道向海彤表白，等海彤闪婚了，他在表白纠缠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沈姑姑重重的叹口气，是呀，有什么用？我也不乐意他和海彤一起。海彤和小军关系很好，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并不讨厌他，但当成侄女和当儿媳妇是不一样的。我心目中的儿媳妇人选是名门闺秀，海彤除了长得好看，暂时也没有太出挑的地方，虽说也能赚点小钱。配不是咱们念生的，咱们张家是豪门，娶儿媳妇自然要讲究门当户对，念生娶个名门千金，对他才有帮助，海彤帮不到他什么。就算我们愿意培养海彤，让他在商界也能够大展拳脚啊，可那是儿媳妇呀，谁能保证他若跟了念生，能和念生过一辈子？万一培养出个白眼狼，怎么劝他都不听。海彤大概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吧，第一个喜欢的人总是难以忘怀的呀。张总说道，不管海彤怎么样，都不能让念生这样下去了，得让念生离开管城，远离了海彤，他慢慢的就能走出来了，否则他这样下去，早晚都会出大事。那战总可不是好脾气的人啊，他现在并没有对我们下死手，估计还是看在海彤的份上。海彤与小军交好，你平时也待她如同侄女，他估计怕把我们张氏整垮了，海彤知道真相会怪他。但念生要是一直这样下去，时不时就纠缠海彤，战印知道了就不会在手下留情。沈姑姑问他，让念生去哪里啊？他心里都庆幸自己平时待海彤不错，那做人做事呀，还真的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年后就让他去 H 市的分公司干上几年，积累点经验，等他彻底放下了海彤，人也变得更成熟了，再把他从分公司调回来，然后磨练2年。要是能堪当大任，那就让他接管张氏集团；要是他走不出来，无法堪当大任，为了我们张氏家族的100年大计，那只能换一个接班人。张总是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张氏的接班人的，前提是儿子能够堪当大任呀。要是儿子把爱情看得比前途还重要，那他只能从诸多侄儿女当中重新选一个出来当接班人了。那沈姑姑脸色变了变，她抿抿嘴后说道，年初4就送他过去吧，还有把他的零用钱都停掉，他上班了，有多大本事赚多少钱就花多少钱，免得他过于安逸。海彤是战家大少奶奶这件事，等年初3再告诉他，他就会死心的去 H 市的了。张总觉得妻子的办法可行，认可地道，就让他在 H 市的分公司从基层做起吧。我会让那边的总经理好好的关照他的，不会让他有事，但也不会让他太安逸，银行卡都给他冻结了，叫他去 H 市后再重新办张银行卡领工资用。夫妻俩为了让张念生放下对海彤的爱，能够成为挑起张氏集团重担的接班人，也是狠下了心肠。张念生不知道父母决定把他送去远在千里之外的 H 市，海彤也不知道，他下半夜睡得很安稳，身边像是有个热水袋，太暖和了，他抱着热水袋睡得香甜。
可能是在做梦吃美食吧，就他偶尔还会咂咂嘴。隔天醒来时，看到战印在身边，他单手撑着头，看着战印的睡眼，回味的却是梦里的美食。他梦到有人请他去吃饭，满桌子的山珍海味，吃得他满嘴流油，心满意足，最后还有2只大鸡腿，实在吃不下去了。他就想着打包回家给战印吃的，却怎么都抓不起那2只鸡腿。然后呢，他就醒来了，伸手啊摸一把战印的脸，海童自言自语着：“你是没有口福的呀，想打包2只大鸡腿回来给你吃，愣是抓不起来。”俯下头去，在他的俊脸上亲了亲后，海童就起来准备早餐了。今天要回婆家啊！想到在梦里没有给战印打包2只大鸡腿，海童马上就出去买鸡腿，早餐赏给战印2只鸡腿吃。外面下着雨，吹着风，特别的冷。海童撑着雨伞跑到自己的车子前，开了车锁，赶紧上车。把车子开动后，车上开了暖气呢，渐渐的就暖和了。幸好啊，超市在年30下午才会关门。海童跑到超市买了2只大鸡腿，他喜欢吃鸡翅膀，便给自己买了2只鸡翅膀，又买了点其他，才回家。到家后，战印还在睡呢。海童在厨房里准备早餐，嘴里自言自语：“昨晚不知道去哪里做贼了，睡到现在都没有起来，